看完大象表演，哇，这大象表演其实很冗长哦。但是当你细细去看这一个大象表演所带来的感觉啊，就我每一次来到东南亚国家，拥有大象为主轴的一个国家，我常常会提到了2个方式哦。第一个就是环保动物的问题哦，第二个当然就是它的观光性、娱乐性的问题哦。在这2者，我永远希望它能够达到一个平衡点哦。像那因为当今嘛，旅游市场顶管来讲，你若无安排一抓起哩哈，真侪这个观众朋友，真侪这个对这个当然嘛了解人，感觉讲人有其他大像咱奈无哦。但是当你安排落去的时阵，有时候当然在动保上面呢，也稍显残忍一点点哦。那当然在现在这种不管是环保主义啦、动保主义啦，等等呢抬头的情况之下呢，很多的东西是我们必须要深刻的去了解与去体验的。那当我们看完了大象表演，其实我们时序也慢慢的这个车呢，一定来到帕塔亚哦。帕塔亚这个所在，其实我过来当拢无来过啊我记得打开始前10几天的时阵，泰国一天一天啊，上少来有2抓啊，上少啦哦。那行10几抓有啊到即马为止，你刚刚看到帕塔亚的时阵呢，你会感觉讲有变，你嘛会感觉伊无变呢？有变的所在是啥？帕塔亚区域变真大哦，真侪以前一寡较高区的所在，因为即马这个市区啊饱和啊，就对外口发展去啊。唯一无变的是啥？帕塔亚老热，这永远拢老热哦。虽然即摆帕塔亚无像10几年前、20几年前遐水啊，所以遐水就讲，这个海边这个风景遐水，但是呢，伊到即摆为止，我嘛是感觉伊真吸引人哦。吸引真侪人来到遮，像即摆来到帕塔亚的时阵呢，耍的时阵呢，无一定踮这个格兰岛哦。即摆帕塔亚附近呢，开真侪私人的，也是呢，较无相共款的啥货，较无相共款的这个海边啊度假胜地啊，这海边啊度假胜地呢，开始呢充满无相共款的旅游风情啊，钓鱼啊啦，香蕉船呐，踮海边啊晒日头啊，拖衣伞当然无啦所以一寡物件呢开始变成改变了。咱即摆来到的是帕塔亚的象神湾哦，那象神湾当然它没有像格兰岛来的这么多人这么热闹，它所带来的是另外一种的氛围啊。现在我们进入了帕塔亚的象神湾，也在这个地方来去感受一下无太多观光客来打扰我们，有一点真正回归到度假形式的白沙滩。我们在帕塔亚，我就说过了，在这几年来真的就在这几年来我看着泰国呢，从团体旅游慢慢的走向了个人旅游的方式越来越明显了，越来越多的人但换一个立场去看整个帕塔亚还有在整个泰国的旅游市场呢，我还是觉得它别具吸引力的很多时候来到这个地方，当然你更可以感受到这整个泰国带给你的热情。你要说它是东方的夏威夷，我觉得真不为过它甚至比夏威夷来的多了那么一点热闹那现在我们来到象神湾的时候呢，就是在帕塔亚整个海湾地区呢，依然从它原有单一个海湾呢，慢慢的走向了越来越多的海湾这些海湾呢，也开始由不同的企业集团呢来认购，来呢租赁，把这些海滩租赁下来呢，让其他的观光客不再只是当时只有一个格兰岛可以选择而已那现在我们从象神湾呢，来到了这个猴岛，猴岛上面呢，当然呢，看到猴岛上面一定有什么？一定有猴子啦。来，我们上去了这个地方，其实，在帕塔亚、金象岛、海神岛、猴岛、龟岛、金沙岛，哇，从以前单纯的只有格兰岛慢慢的衍生出非常非常多的岛屿那今麦格兰岛依然还是它最大的岛屿，也是最热闹的地方。这嘛是10几年前咱来去
这个泰国帕塔亚佚佗的所在哦。但是当然啦，即摆因为开放更较侪倒出来，大家选择性更较侪哦。但换一个立场去看啊，我讲每一道来到帕塔亚，感受真侪啊。这是以前咱台湾人出国第一个选择，这个学生啊，毕业旅行第一个选择，就是来泰国佚佗。真侪工会、工商团体他们的第一个选择，也就是办来泰国一趟。想当初，当时来泰国的时候，你看呢、家家户户几乎每一个人家里面都有什么，看到什么无打伞啊、按摩的那个软膏啦，很多的东西。我们椰子糖呢，以前就是去泰国，东西便宜嘛，欧米亚给带回来哈。几乎这些东西呢，充斥的整个台湾市场甚至跑单帮的也带一些那种药品回来卖今时今日的泰国当然跟以前已经不太一样了台湾人呢的脚步呢也跨越了很大现在毕旅已经不再是走东南亚的高档一点的学校，已经在走欧洲线了那完完全全截然不同的整个台湾旅游的市场有没有看到象神湾？它是不是感受就比较不一样啊？为什么啊？因为呢，真的观光客来的稍微少了一点所以来到这个地方，你不会像格兰岛，格兰岛有格兰岛的好处啦象神湾有象神湾的好处。你看，哇，你看有没有在这里呢？我们大家尽情的在海边就游起泳来啦，坐这个香蕉船啦，有没有然后呢，比较没有那么多的观光客虽然它的游乐设施也没有像格兰岛来的那么多，但是它观光客相对性之下呢来得少。
世界它就像是一本书，对于旅游者来讲，他只是正在读的这一本书。旅行呢，其实只是为了不错过生命中的每一刻啊。那你放得下吗？你可以履行身体想要移动的迫切性吗？你可以理解吗？你需要去理解它吗？旅行其实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也是一种人生的选择。你抱怨生活，你有办法，不管你的退休金，不管你的将来的生活，到了60、70岁之后，你的人生是什么？如果你想出去旅游，你就勇敢的去走，知道自己的心里属于哪个区块。钱对很多人来说，你早就已经赚起来了，但是呢，你可以旅游的时间点，也许就那么的一次。旅游很奢侈吗？你觉得真正的奢侈是什么？真正的奢侈是你目前还走得动，这才是真正的奢侈。真正的该做的事情是你现在走得动，你就应该要去要去体验。无论是穿越亚马逊河，无论是到了70、80岁在玩香蕉船，其实旅游就像吃饭喝水一样，要去旅游。人生它的旅游一面，它的生活态度，你可以继续过你想要的生活，你也可以努力的选择的旅行的真义定义在哪个区块。所以旅行是一种态度。现在我们来到了最有名的56层楼的 Pattaya Park。Pattaya Park 上面之后呢，它是一个旋转的餐厅，这里可以说是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 Pattaya 的地标之一。上来这上面，你将可以看得到整个 Pattaya 的景色。Pattaya Park 本身它也是一个饭店啊，但是这个饭店比较特别的地方在哪边呢？它没有那么豪华，毕竟很久了，但是它具有指标性定义，它具有它的知名性啊。所以其实虽然这饭店没有特别的好，但是呢，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最起码它带有的这一个知名性，还有这个楼上的景观呢，整体来讲啊是非常有名。你看从上面呢可以高空垂降啊，跟高空弹跳有一点点类似啊。在Pattaya Park上面有这个高空垂降啊，那它其实很刺激哦。你看从56层楼上垂降下去，一段说走就走，说垂降就垂降的旅行了，追求自我的真实的自己，勇敢的迈出你的那一步，你就可以垂降上去了啊，没那么简单。你看看，我告诉你，这一幕将会为你人生留下最精彩的一面，有没有？